我从小就听我哥的话，新来的贫困生抢了他的风头，我哥让我教训他，我狗腿的点头答应。贫困生有厌食症，我故意将盛满肉的碗推到他的面前，强迫他吃下。贫困生很怕冷，我命令他大冬天给我暖手，狠狠将他冰到。我还闯入他的房间，明知他有洁癖，故意抱着他的腰，将脸埋进他的怀里，恶毒的问他怎么样，是不是恶心坏了？谁知面前突然闪过一串弹幕：笨蛋女配，你欺负错对象了，你面前的人是金圈真太子，你未来的养兄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就你那点窝囊手段，已经把人吊成翘嘴了。我和我哥都是抱养的，当初顾家来福利院挑选孩子，一眼就挑中了我哥，所有人都羡慕我哥运气好，能去过好日子，可我哥却抱着门柱不肯撒手，他哭着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不要和我分开，哭声震耳欲聋，把院长的脸都给哭绿了。院长犹豫着道，要不然我再带您去看看别的孩子。可顾家说我哥有情有义，索性把我们一起带走。一朝之间，我和我哥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福利院的落魄兄妹变成了金圈太子公主，走到哪里都是风云人物。当然我哥比我更加惹眼，他长得帅，成绩好，身材佳，是学校里公认的男神。可当贫困生转来之后，他男神的地位被撼动了。当年的校草评选，我哥以1票之差败给谢延川，这就算了，连我哥喜欢的女孩都把票投给了谢延川。那天我哥愁眉不展的来找我，说谢延川欺负他。从小我就知道我能过上好日子都归功于我哥的不离不弃，于是我狗腿的表达忠心。哥，说吧，这次需要我做什么？我哥让我教训谢延川一顿，让他以后再也不能勾引我未来嫂子。我立刻点头答应，惹到我们兄妹，算他踢到钢板了。顾家把我养得嚣张跋扈，这种欺负人的事我可会干。我观察了谢延川1个星期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，身形格外清瘦。我听说他有厌食症，于是我特意端着盘子，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。他的晚饭是一碗稀粥和几片捏了吧唧的青菜，我伸手拍掉他的饭盒，把我的递了过去，里面有1碗大米饭，1份梅菜扣肉，1份醋溜肥肠，还有炸鸡排骨红烧肉，全都是我精心挑选的热量炸弹。谢延川茫然地望着我不明所以，我拍着桌子抬起下巴，用鼻孔看他吃下去。这些东西和谢延川的口味截然不同，想必他恶心坏了。果然他拿着筷子久久没有动作，我恶狠狠地盯着他，把面前的东西全都吃完。听见没有？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话锋一转，凶巴巴地告诉他，我就用强的了。谢延川看着我终于动了，小心翼翼地夹了1块红烧肉放入口中，他吃得好慢，1块肉能嚼好久才咽下去，这满满1盘也不知道要吃到什么时候。等下我哥还喊我去操场散步呢，我可没时间和他耗，我干脆舀了1大勺，直接喂到他的嘴边，张嘴，快点吃。我的力气很大，拿着汤勺一个劲往谢延川的嘴巴里塞，他躲不过，只得张开嘴巴，将我喂到嘴边的东西全部吃下，一边吃一边偷偷看我，一定在心里恨死我了。我正暗自得意时，面前突然闪过一串弹幕：笨蛋女配，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？谢延川才不是有厌食症，他是家里穷没钱买饭，才吃得清汤寡水，要不是你，他连吃肉的机会都没有呢。我愣了愣，就见谢延川一口一口夹着肉，吃得心满意足。我突然想起在福利院的那年，平时只有2片菜叶，节假日才能吃到肉，大家为了争1片肉能打起来。我突然觉得谢延川有点可怜，但我很快打消到了这个念头，谁让他风头太盛，惹我哥不痛快，我得帮我哥报仇。谢延川，我一边拍桌子一边喊他名字，他嘴里塞着1块肉，呆呆地看着我。从今以后你的饭我全包，听见了吗？我决定了，我要让谢延川天天吃肉，吃到吐，吃到胖，吃成一个200斤的大胖子。等他变成了胖子，看他怎么和我哥争校草名号，生怕他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我立刻补充，是那些肉腻的不行，我一看就反胃，不想吃才给你的。可谢延川一向阴郁的眼在这一刻突然亮了起来，眸子灿若星辰。好，我失策了，吃了我的饭菜之后，谢延川是胖了，但他只胖了10来斤，看着比以前结实了不少，吸引了更多迷妹。年级篮球比赛，谢延川和我哥一起参赛，原本底下都为我哥摇旗呐喊，可这一次谢延川的呼声远超我哥，甚至我哥暗恋的宋瑜居然跑去给谢延川送水。赛后我哥沮丧地喝着我给的水，妹，你不是说你帮我教训他吗？这就是你教训的结果。算了，风头被抢走没关系，暗恋的女孩被抢走也没关系，谁让你哥天生苦命呢？妹妹你不用管我，我能撑过去的。我哥从小就是个窝囊废，关键时刻只能靠我，我哪里敢让他受委屈，郑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哥，这次我真的会替你好好羞辱他的，你等着瞧吧。谢延川是个男生，男生都有很强的自尊心，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羞辱方法。当天放学时，我拦住了骑自行车的谢延川，这么火急火燎的要去干什么？谢延川按着车把手认真的回答我妈住院了，我去看我妈啊。那你快去。话还没说完，我猛然想起答应我哥的事，连忙攥住他的衣领，慢着，别走。
然后轻蔑地从包里掏出一张卡，用2只手指夹住，抬着下巴趾高气扬地告诉他，卡里有50万，本小姐赏你的。我以为贫困生应该很有骨气，面对钱的羞辱只会满心愤慨，可他却望着我，眼底情绪浮动，作势就要接过我手里的卡。顾央同学，谢谢你。那些偶尔才会出现的弹幕，在这时突然浮现，谢延川的妈妈生了重病，手术费要50万，他四处借钱，可实在凑不到钱，这段时间正发愁呢。女配宝宝，你这个时候给他送钱，简直就是雪中送炭，谁会觉得这是羞辱？如果这是羞辱，请狠狠地降临在我身上吧。我愣了愣，眼看着卡就要落在谢延川的掌心，连忙又收了回去，狠狠地扔在了地上，用脚踩住。想要钱啊，有这么容易？谢延川，我的鞋子脏了，你帮我擦干净。他低着头没有接话，手背的青筋微微凸起，一定是觉得屈辱极了。想到今天在篮球场上，他不仅喝宋瑜的水，还和宋瑜聊天，徒留我哥在旁边黯然神伤。我的气不打一处来，坐上旁边的凳子，抬起脚傲慢地看着他，命令道：快点！他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纸巾，弯下腰来，脚踝蓦地被人捉住，温热的掌心将我包裹。我不太适应，凶巴巴地看着他，你干什么？他没有作声，只是将我的脚放在他的膝盖上，低头仔细帮我擦拭鞋子上的那一点污渍。他的睫毛落在我的眼里，又长又翘，好像一个天然的滑滑梯。不得不说，谢延川这人确实有几分姿色。他反复帮我擦着鞋子，可能是觉得太过憋屈，气得不行，连耳根都气红了。我眯眼欣赏着他白色校裤上的鞋印，这才收回了脚。行了，钱赏你了，去拿吧，以后离别的女生远一点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你懂不懂？他似乎很生气，都气红温了，沉默地点了点头。我很满意，这回总算是完成我哥交代的任务了。可我没想到谢延川这么不讲信用，没过2天他就食言了。我哥打算和宋瑜表白，表白地点定在教学楼的天台。我哥特意布置一番，在天台铺满粉红色的气球，又准备了一大捧鲜花。表白也就2句话的事，但我哥紧张地反复练习，掐着手表等宋瑜出现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宋瑜没有来，过了15分钟，宋瑜还是没有来。我哥坐不住了，托人打听才知道是谢延川把宋瑜带走了。得知真相后，我哥突然地坐在天台的粉色气球海里悠悠叹气，他空洞无神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妹，还不等他开口，我就飞快抢答：哥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再去羞辱他。不是，哥是想问你，能不能让宋瑜对谢延川死心？这可有点难为我了，我只擅长欺负人，男女感情这点是太过高深，我不太会。我哥看我这勉为其难的表情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算了，你要是不会，帮哥出出气也行。这会正值大冬天，我哥在天台待了半天，吹多了冷风，说着就打了一个喷嚏。我突然想起谢延川的一篇作文，那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在年级传阅，里面说他天生畏寒，从小怕冷，呵，胖不死你，我就冻死你。我再一次拦住了谢延川，强行坐上他的自行车后座。谢延川，送我回家。他愣了愣，长腿蹬着地。顾央同学，你不是一直有人专门接送吗？我不满地瞪着他，怎么了？我还不能坐你的自行车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慌忙解释，冬天太冷，你还是坐汽车吧。谢延川，我盯着他的围巾，伸手扯了扯，把围巾脱了给我，还有手套也脱下来。他很乖的照做，用围巾将我捂得严严实实，又把手套递到我的怀里。我正准备戴上，突然看见不远处宋瑜正往这边走来。想起我哥的嘱咐，我灵机一动。谢延川，我的手好凉，我天生气血不足，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冷。谢延川抿了抿唇，那我帮你戴上手套。呵，你用过的东西我才不要。眼看着宋瑜越来越近，我把手递到他的面前，用你的手帮我暖暖。谢延川愕然看着我，内心苦苦挣扎一番，在我的淫威之下，掌心慢慢附上我的手背，可能是我的手太冰了，他的动作格外迟缓。我盯着他的脸颊，谢延川，你的脸好红，是不是热乎乎的？把我的手放上去，用你的脸颊给我捂手，听见了吗？谢延川的脸刷一下更加红了，握着我的手微不可见的颤了一颤。这不太合适，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不就是用你的脸取暖一下吗？余光瞥见宋瑜的身影，我对谢延川为什么不肯听我的话有了几分猜测。宋瑜生得漂亮，性格温柔坚毅，学校里喜欢她的男生一抓一大把。我凑近了谢延川，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他微微一怔，立刻慌乱地否认，不是，我没有。可他否认的一点也不坚定，眼神乱瞟，像极了欲盖弥彰。解释就是掩饰，他果然喜欢宋瑜，但宋瑜是我未来嫂子，哪能让他惦记？为了尽快让他断了念想，我一把拽住谢延川的衣领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用你的脸帮我暖暖，要不然我就发火给你看。我决定了，如果谢延川还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在他的午饭里面涂芥末。谢延川望着我慢慢低头，捧着我的手缓缓靠近他的颊侧，然后他一歪头，脸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贴了上来，掌下触感温热绵密，像是一块上好的羊脂玉。他弯下身来，将姿态放得很低抬，眼问我，是这样吗？这眼神像极了我在福利院里养过的小奶猫。那只小奶猫是我从垃圾桶捡回来的，很爱撒娇，每次我一挠它的下巴，
他就舒展四肢，用这样人畜无害的眼神望着我。见我没有回答，谢延川用脸颊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掌心，这样会暖和一点吗？宋宇马上就要来了，只要这个动作再维持10秒钟就可以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我掉链子了。那个，我家司机快到了，我还是坐跑车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还你。我急匆匆地将围巾脱下来挂在他的身上，一转身撒腿就跑。刚才他的那个眼神让我莫名有一种罪恶感，想到我明知他怕冷还抢走他的围巾手套，让冷风钻进他的身体，我就觉得自己实在穷凶极恶。我跑得太急，一不留神撞上了我哥。我哥莫名其妙，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去教训谢延川吗？怎么慌慌张张的？他欺负你了？我拉着我哥的袖子，哥，咱们换个思路吧。别找谢延川的麻烦了，你喜欢宋瑜，我帮你追宋瑜就是，咱不把精力浪费在谢延川的身上。我哥琢磨了一会儿我说的话，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。哥，你去写一封情书，明天我帮你送给宋瑜。当天晚上，我哥熬了一个通宵，写了一封8000字的情书，投入他所有文采，引经据典，围绕我喜欢你这个论点，陈列无数论据，论证的有理有据。他在一边奋笔疾书，我在旁边对月沉思。今天带谢延川围巾的时候，我发现他围巾的边角开线了，破了一个拇指大小的洞。欺负了他这么久，我有一点良心不安。我想买一条围巾送他，买什么款式好呢？正想着时，我哥用信封装好情书，双手奉上。我郑重接过，表示保证完成任务。可送情书的时候出了岔子，情书落在了谢延川的手里。我哥和我说，宋宇每天大课间都会在学校的小树林里散步，所以这天我们俩在树林蹲守。我哥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，在昨天宋瑜割了他之后荡然无存，他窝囊地躲在树后，我负责递送情书。发现宋瑜出现的时候，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还没走到近前，他倒是先朝我跑了过来。顾央，你有纸巾吗？我浑身上下除了那封情书，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可顾央像是特别急切，又补充是纸就行，纸张也可以，情书不就是纸吗？我和他的目光同时落在我手里的那封情书上。宋瑜抿了抿唇，试探地问我，这个你有用吗？能不能给我？这本来就是给他的啊。我没有多想，把情书推了过去。成，没问题，谢谢谢谢。他连道了2声谢后转身就跑。我一步步迈向藏身树后的我哥，脊背挺得笔直，深藏功与名。哥，圆满完成任务。可是我哥的眼神很幽怨，他伸手指了指前面，你看看那里。只见谢延川坐在对面的长椅上，宋瑜将信封揉皱，放到谢延川的鼻端，依稀可以看出信团上染了不少血渍。难怪宋瑜火急火燎地朝我要指，原来是谢延川流了鼻血。他用纸来止血，藏在里面的信纸无人问津。谢延川止了血后，起身将揉皱的信团扔进垃圾桶里，然后2人一同转身离开。我哥跑到垃圾桶前，便见那封蓝色的信混着红色的血躺在一片污浊里。我哥的瞳孔蓦地放大，如果心碎有声音，此刻一定震耳欲聋。我拉了拉他的衣袖，哥，对不起，是我没和宋瑜说清楚。没事，我哥摇了摇头，费力朝我扯出一个笑容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你不会有错，宋瑜也没有错。他是乐于助人，要怪就怪谢延川，早不留晚不留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流鼻血。我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没关系的，不就一份情书吗？哥今晚再写一封就是，怕我内疚。他揽住我的肩膀，敲了敲我的脑门，不许懊恼，你不是一直想吃寿喜烧吗？今天哥请客，带你好好吃一顿。放学路上我们并肩而行，前头几个女生正在聊天，声音没有收住，落在了我们耳里。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，可他们提到了我哥的名字。我原本很喜欢顾城，但最近感觉谢延川比顾城更好。我也是，谢延川来了后，顾城就成了年级第2。虽然顾城不错，但谢延川总给我一种美强惨的感觉，让人莫名心动。谢延川性格清清冷冷，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谪仙，永远挺拔不会弯腰，被这样的人吸引很正常。是啊，顾城那种暖男一抓一大把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有谢延川在，谁还会喜欢顾城啊？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，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我们。我看见我哥脸上的笑意一点点凝固，耷拉着脑袋盯着脚下的路。我哥是个乐天派，哪怕在福利院那么艰难，他也有本事哄自己开心。我很少看见他露出这样颓丧的表情，都怪谢延川。要不是他，我哥不会到现在都没表白成功，也不会陷入自我怀疑，对他的那一点愧疚，在这一刻被怒火冲散的荡然无存。哥，今天不吃寿喜烧了，我要去找谢延川，你等着瞧。谢延川害得你这么不开心，我会狠狠帮你出口恶气。我转头进了校门口的商店，买了一条宠物牵引绳，不是清清冷冷的谪仙吗？那我就让谪仙带上项圈。我查过谢延川的家庭地址，按照导航走，半个小时后我出现在城中村里。这里破破烂烂，街面斑驳，路灯昏暗，到处都是丑陋的机械管道，充斥着千禧年代的遗留物，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。谢延川是在出门倒垃圾的时候看见我的，他整个人变得局促而又紧张，张了半天嘴，终于问出一句：顾央同学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很脏，不适合你。
其实我来自这里，虽然童年的记忆有些模糊，但我记得这种短路的霓虹灯招牌还有翻倒的垃圾桶。我的出身不好，家里应该很穷，要不然也不会被丢进福利院。我叼着根狗尾巴草，双手抱胸站在门口。谢延川，我有事找你。他点了点头，带着我走街串巷，很快绕过贫民窟，走进了一个湖边的小公园。这里的空气会好一点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一屁股坐在长椅上，颐指气使地道：谢延川，我肩膀疼，帮我揉肩。不答应的话，我还没说出威胁的话，他就轻轻打断了我。好，他绕到我的身后，双手搭在我的肩上，有节奏地揉捏起来。人看着清瘦，手劲儿倒是大，手法也好，一股酸爽感从肩部升起。我眯着眼哼哼了2声，突然想起来此行的目的是羞辱，立刻清醒过来，伸手探入包中，准备去掏项圈。这种物化人的东西，他肯定不愿意戴，但我偏偏要强迫他。他越抗拒，我越兴奋。我一边取项圈，一边恶意地道：谢延川，手法这么地道，不会是在你家楼下的按摩店学的吧？是。出乎意料的，他竟然承认了。我妈常年卧床，四肢无力，所以我每天都要给她按2次，以免肌肉萎缩。我探向项圈的手顿住，奚落的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，下意识慌忙道歉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揭你伤疤的。说完，又忍不住悄悄打了2下自己的嘴。都说了是来羞辱他的，干嘛还和他道歉啊？谢延川，我凶巴巴地喊他名字，警告他，也给自己壮胆。我很厉害的，我爸妈很有钱，我在学校可以横着走，我欺负你易如反掌，你反抗不了。我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，回头看向谢延川，他的视线与我对上，眼神飘忽不定，看样子是听了进去，怕急了我。我有些得意，挑明了来意。我在路上听见人说你不会弯腰，宁死不屈，可我就想看看你弯腰屈服的样子。我把宠物项圈甩到他的身前，把这个带给我看。身后谢延川一时没有动静，毕竟是血气方刚的18岁少年，自然接受不了这种侮辱。我正想着怎么威逼利诱，他放下为我捏肩的手，绕到我的身前，屈膝弯腰，捡起地上的项圈，仰头看着我。好，那你帮我戴上。这么轻易就答应了，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我试探地把项圈套住他的脖子，他配合地倾过身来，月光倾泻，落上他的眉眼，衬得他的模样愈发清冷淡漠。这样的人却垂着脑袋，温顺地任我套上项圈，甚至在我给他戴好后，还低声朝我道谢：顾央同学，谢谢你。不是，他没搞错吧？看不出来我这是在欺负他吗？弹幕在这时疯狂滚动起来。女配宝宝，注意看，谢延川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，是他爸爸喝醉酒后用手掐的，有些地方还被指甲抠破了皮。谢延川原本在想怎么遮掩这个伤疤，你倒好，给人送项圈来了，这个黑色皮圈还怪好看的，刚好能把伤口掩住。谢延川受伤了，我刚才手忙脚乱的给他套项圈，没有注意到他脖子上的伤，此刻认真一看，才发现那里果真有一圈掐痕，又红又肿，有几处还渗着血丝，光是瞧着就觉得疼。谢延川也是傻子，都这样了，刚才还一声不吭，站在这里别动，我马上回来。公园有一个便利店，我简单的买了点碘伏和棉签，急匆匆的跑了回来，3两下摘掉他的项圈，扔进垃圾桶里。谢延川不明所以，你这是帮你上药，把脖子抬起来。平时让他干什么他都答应，但这次他却不太愿意，退后一步。我没事的，我哪会听他的话？揪住他的衣角，棉签沾上碘伏，踮起脚给他上药。离得近了，我才发现谢延川身上有不少伤痕，看着像是被人用烟头狠狠烫过，有的疤淡了，有的还很明显。在福利院刚认识我哥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，一身是伤。福利院的孩子拉帮结派，欺软怕硬，我哥太弱了，只有挨打的份，每次都是我给他上药，就像现在这样。谢延川似乎不想让我窥见这些，别扭地转过头去。我没事的，晚上还有作业，我得回家。我哪会这么轻易地放他走？仔仔细细涂好碘伏之后，我仰头看着他。谢延川，伤口不能捂着，要透气才能好。你爸下次如果再喝醉打你，你和我说，虽然我打不过，但我可以让保镖保护你。谢延川犹豫片刻，慢慢点了点头。书包里不只有项圈，还有我早上特意买的 LV 羊绒围巾。你那条围巾漏风不保暖，用这个，明天上学的时候带上，这样没有人会知道你脖子上的伤。谢延川抱着我送的围巾和我买的碘伏棉签走了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直到回到家被我哥拉住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我不是去找谢延川的麻烦吗？怎么到头来变成给他送温暖了？我不敢直视我哥的眼，我觉得好对不起他，但我哥找我却不是说谢延川的事，他告诉了我一桩大事。我听爸和妈说，找到了他们亲生儿子的下落，就在本市，甄少爷要回来了，咱俩的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。顾家原本有个儿子，在3岁时走失，当初顾妈妈之所以挑中我哥，就是觉得我哥和他的亲儿子有几分相似，找了这么多年，现在甄少爷总算要回来了，我替爸妈开心，但也为我和我哥的未来发愁。正品都要回来了，谁还会喜欢替代品呢？我们只发愁了一会，
很快就不愁了。这种事情我俩决定不了，趁着甄少爷还没回家，多过一天好日子是一天。这天晚上我哥没写情书，谢延川和宋宇走得很近，加上听见那些女生的议论，我哥觉得自己表白8成被拒，除非让宋宇对谢延川死心。这个晚上我也毫无睡意，我越想越觉得懊恼，怎么每次欺负谢延川都功亏一篑。我们俩在小本本上涂涂画画，谢延川3个大字写了整整1页。直到1周后，我和我哥同时找到了破题之法。那天有个女生当众向谢延川告白，被谢延川拒绝了。谢延川说他有洁癖，接受不了近距离肢体触碰，一旦接触就会恶心想吐，实在没法谈恋爱。我和我哥就在现场，听到这个消息后对望一眼，哥，我知道怎么恶心谢延川了，我还知道怎么一边恶心谢延川一边让宋宇死心了。这天晚上，我借着问题目的名义跟着谢延川去了他家，他一开始是不愿意的，说那里脏，我不该去，但他拗不过我。谢延川的家很小，但很整洁，他的房间尤其干净，被褥叠好，每样东西都摆放得井然有序。顾央同学，你想问我哪科？谢延川问我，我一声冷笑，将门锁住。谢延川，我其实不是来学习的，我是来对你动手动脚的。说完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张开双臂从背后抱住了他的腰。谢延川的身材真好，宽肩窄腰，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肌肉的弹性。在我凑上去的那一刻，他的身体瞬间僵住，我感觉他的呼吸都停滞了1秒。他果然讨厌肢体接触，于是我便得寸进尺，步步紧逼，将脸贴在他的背上。谢延川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清香，像是薰衣草沐浴露的味道，我有点喜欢，踮起脚将脸埋了进去，使劲地蹭了蹭。我知道怎么让洁癖痛苦，我笑眯眯地告诉他，谢延川，我昨晚没有洗澡。对面是一面镜子，我清晰地看见谢延川此刻的表情，他紧抿着唇，呼吸急促，脸被气得发红，身体隐隐有些发抖，仿佛在接受酷刑一样，心里一定恶心坏了。可这样的表情不太适合拍照，我干脆绕过他的腰，一只手打开前置摄像头，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眼睛。谢延川，我要拍照了哦！咔的一声，快门一闪，我看了一眼成片，非常满意，但我并不急着离开，依旧抱着谢延川的腰，只是将手从他的眼睛移开。你也看看，照片里谢延川与我挨得很近，姿态亲昵，仿若恋人。用来拍照的手机是他的，他没有设置密码，我便在好友列表里一通翻找，找到了宋瑜的账号。你要做什么？他有些紧张，我当着他的面将刚才的那张照片发给了宋瑜。点击发送的那一刻，谢延川的脸更加红了，脖子和耳根都染了一层粉色，反复深呼吸了好几次，可心脏依旧如同擂鼓跳个不停，看样子是气得厉害。我果真天生是欺负人的料，这样既恶心了谢延川，又能让宋瑜对他死心，可谓一举两得。顾央同学，谢延川被气的话都说不利索，结结巴巴地问我，你能不能放开我？我更紧地贴了上去，手脚并用，像抱八爪鱼一样不肯撒手。我就要这么抱着你。一边说，一边往他身上乱探，无意中摸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他怎么随身带着木棍？该不会等下要拿棍子抽我吧？我现在还是京圈顾家的女儿，谅他也不敢。于是我满怀恶意地问他，不是有重度洁癖吗？不是抗拒肢体接触吗？怎么样，谢延川，你现在是不是恶心坏了？话音刚落，弹幕疯狂跳动。女配宝宝，你就没发现谢延川和你养父母长得很像吗？真是个笨蛋，欺负错对象了。你面前的人就是顾家找了很多年的甄少爷啊。DNA 报告今天就出，他马上就要被领回顾家当你的养兄哦。字都是汉字，但我看了整整2遍才看懂他们在讲什么。不是，这么重要的信息，前几次怎么不和我透露一下？偏偏在我把他欺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才告诉我。贾千金欺负甄少爷，一听就没有好下场。我双膝一软，险些跪倒在地，但弹幕却继续滚动。别怕啊，就你那点窝囊手段，已经把人吊成翘嘴了。他一点都不恶心，他心里爽得很呢。你看看他的嘴角，是不是怎么压也压不住？我将信将疑，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谢延川。只见他红着脸慢慢低头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我开始怀疑这些弹幕的真实性。我都这样嚣张跋扈了，谢延川怎么可能喜欢我啊？他刚才说很喜欢，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是被我恶心坏了口不择言，要么就是酝酿什么复仇大计。此地断断不能久留，我还是先跑为上。我一路小跑回家，迫不及待地把弹幕看到的消息和我哥分享。我哥说我是操劳太过导致眼花，给我泡了一杯板蓝根让我睡上一觉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我是被顾妈妈喊醒的。她说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我们分享。我和我哥对视一眼，心底清楚估计是甄少爷回家了。饶是有心理准备，看见谢延川的那一刻，我还是两眼一黑。他穿着蓝白校服，背着破旧的双肩包走进顾家。饶是衣着朴素，可周身的气质和富丽堂皇的顾家依然完美融合。只是那么静静站在顾家爸妈身边，就让人感觉他们是一家人。我是两眼一抹黑，而我哥是天快要塌了。他半张着嘴，好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一刻，我直观形象地感受到了心如死灰，
这4个字的含义。顾家爸妈和我们介绍了谢延川，让我们以后要和他好好相处。考虑到我们的情绪，顾妈妈还向我们保证，虽然延川回来了，但你们始终是我的孩子，该给你们的爱不会减少。不要害怕，家里只是赢回了原本的成员而已。当着爸妈的面，我和我哥齐齐点头，乖巧地冲着谢延川喊哥哥好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谢延川的目光总是落在我的身上。当天他就搬了进来，我和我哥一起躺在沙发上研究怎么亡羊补牢。妹，要不然我们努力讨好他吧，你去打听一下他喜欢什么，我们送些过去。谢延川讨厌什么我一清二楚，但他喜欢什么我还真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一个。我看向了我哥，谢延川说他喜欢我。我哥直接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什么时候说的？我抱着他拍照发给宋瑜的那天。没道理啊，你对他那么坏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我哥沉思了一会，我看他也不像是有特殊癖好的人。我知道了。我哥一拍大腿，悲悯地望着我，妹妹，他这是在报复你呢。他肯定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故意说喜欢你，我猜他还会追你一阵。你们名义上可是兄妹，要是谈恋爱了，你猜爸妈会怎么做？我倒抽一口冷气，他是真少爷，我是假千金，当然是把我扫地出门了。没错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也绝不独留。他很有谋略，一箭双雕，要将我们一起赶出顾家。谢延川的心思真是太深了。妹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对谢延川好点，但一定要保持距离，时刻以兄妹相待。我点了点头，哥，我记住了。我才回到房间，就有人过来敲门。打开一看，门外站着的人正是谢延川。我刚回到家，还不熟悉，你能带我走走吗？我现在哪敢拒绝他啊？我带他走遍了庄园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一切看似如常，可不知为何，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想着他的那句我很喜欢。我忍不住偷偷看他，偏偏他也转过头来望向了我。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我呼吸一滞，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在地。谢延川眼疾手快地将我扶住，没事吧？挨得太近，淡淡的薰衣草香在鼻端萦绕。他看着我的眼神好生温柔，比今晚的月色还要宜人。我突然有些口渴，挣开了他的手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家里那么多人，他干嘛偏偏找我逛庄园？来之前还特意洗了头发，换了一套衣服，这不是摆明了要勾引我，要我犯错吗？不行，我绝不能中他的圈套。可当天晚上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人是谢延川。我忘记自己梦到了什么，只记得醒来的时候心跳快得厉害，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谢延川的身影，好想见到他，可是又有点紧张。我照了照镜子，镜子里的自己双颊生霞，心绪久久不能平静。我去找了我哥，我哥悠悠叹息一声，妹，我刚开始喜欢上宋瑜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，你看上谢延川了。我想反驳，张了张口，却发现无从辩解。哥，那你现在还喜欢宋瑜吗？我好久没听你提表白的事情了。喜欢啊。我哥答得飞快，冲我笑了笑，但谢延川无论家世还是成绩都比我好，我拿什么和他比？还是算了吧。倒是你，别陷进去，回头很难办的。我哥语重心长地劝我。我知道的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冷静几天就清醒了。从这天起，我开始避着谢延川。他喊我去投喂庄园外的流浪猫，我说我要写作业。他约我去沿河跑道散步，我说我要背单词。他说家里的亲戚认不全，我让我哥给他介绍。早上他坐车去上学，我就借口锻炼跑着去学校。明明在一个屋檐下，我和他几乎没有打过照面。直到1个月后，谢延川的生日到了，这是他回来的第1个生日，我不能缺席。为了送他生日礼物，我和我哥选了很久，最后我们一起买了一个黄金蛋糕给他，贵重体面又有收藏价值。生日宴上，谢延川被人里3层外3层的围拥。他今天穿了一套白色西装，西服挺刮，衬得他愈发贵气好看。好不容易熄灭的火焰，在看见他的那一刻又复燃起来。眼不见为净，我找借口离开了宴席。正打算回房间时，忽然有人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了一跳，回过头去，便见原本被人群簇拥的谢延川出现在我面前。你是在躲我吗？我立刻狡辩，哥哥，你别瞎说啊，要不然妈以为我孤立你呢。听见这个称呼，谢延川蹙起眉来，你喊我什么？哥哥呀。我笑得人畜无害，我们现在可是兄妹。谢延川没有回答我的话，他微微垂着头，又问了我一句，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只有那个黄金蛋糕吗？我前几天撞见你在织手套。我确实在织手套，本来是想把手套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，可仔细想想，这种手工产品上不了台面，又容易造成误会。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手艺太差，手套太丑，实在没脸送出去，所以我干脆丢给我哥了。反正不管我送他什么垃圾，他都会像宝贝一样妥善珍藏。那个手套不是给你的，我送顾城了。想了想，我又补充道，哥哥，你要是想要手套，我明天送你一副爱马仕的好吗？可谢延川还是不高兴，
他垂着脑袋，摇了摇头，不用了。你能不能别叫我哥哥？那可不行。我义正言辞地说服他，也说服自己，从你回家的那一天起，我就只把你当成哥哥。话是这么说的，胸腔里砰砰直跳的心脏却昭示着这是一个谎言。谢延川没再多说，只是沉默地注视着我的背影，渐渐离去。从那天开始，直到高考，谢延川再也没有和我单独相处过。高考结束的那天，我在校门口看见6个女生接连和谢延川表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得心里酸溜溜的。那天晚上，班上的同学聚餐，大家要了一箱啤酒。我以前没喝过酒，所以只要了1瓶，但我想不到自己的酒量那么差，1瓶就把我放倒了。结束的时候，我想打电话让我哥送我回家，但神志不清之下，我拨错了电话，拨了谢延川的号码。哥哥，我有点醉了，你能来接我吗？5分钟后，谢延川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班上的同学都已经走了，只留我一个人在。看见他的那一刻，不知道是酒精上头还是脑子抽了，我揪着他的衣领倒在他的怀里。哥哥，背我回家。谢延川的手垂着身侧，身体僵得厉害，声音都有些紧绷。顾央，你现在喊的是哪个哥哥？是我还是顾城？我喊的当然是他啦。谢延川，背我回家，听见了吗？他的心情似乎好了起来，弯下腰将我背在身上，带着我往家的方向走。我的酒品不太好，吃多了酒就忍不住喋喋不休。谢延川，你生得这么好看干什么？我今天看见好多人向你表白。我不高兴，谢延川，我不高兴，你哄哄我。路灯将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，我听见他问我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不是都拒绝了吗？我抱着他的脖子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里，因为我和他们一样，可我不能表白，我嫉妒他们。谢延川的脚步微微一顿，蓦地转头看向了我，你说什么？幸好我残存一点理智，守口如瓶，不告诉你。谢延川，你的影子也好看，身边有一个我更好看了。谢延川，好久没有听见你和我说话了，我想听你的声音。谢延川，我的成绩进步了好多，我可以和你去一所大学。我的话太密了，他插了好几次嘴都没有插上来，索性安静地听着我说了一路。我平时一个人走，总觉得回家的路很漫长，可这一次我觉得这段路特别短，一晃眼就走到头了。我只盼着它能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谢延川将我送到了房间门口，他将我放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抽什么风，居然问他，谢延川，我能不能亲你？可能是之前在他面前趾高气扬惯了，我潜意识里不打算征询他的意见。话音刚落，我就一歪脑袋，将吻落在了他的头发上，然后飞快打开房门溜了进去，背抵着门，捂着心口，笑容咧到耳根。我睡了一个安稳觉，梦里是美的，醒来后是崩溃的。昨天晚上喝醉酒发生的事情，我迷迷糊糊记了个大概，只觉得分外丢人现眼。可偏偏我哥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妹，你是不是太放纵了？这可是在家啊！我不以为意地打开视频，颤抖着手退了出来。视频里醉醺醺的我歪着脑袋亲谢延川的头发。我发完已经删了，我就是提醒你克制啊！我怕爸妈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给他发了一个华贵的表情包，哥，仅此一次，以后绝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。我打算继续避着谢延川走，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总要在一起的。谢延川和我面对面坐，脚踢着脚，我做贼心虚，不敢看他，低头一个劲儿扒拉着饭。谢延川去洗手间的时候，他放在桌面的手机响了。顾妈妈下意识扫了一眼，微微一怔，她拍了拍顾爸爸，顾爸爸的目光落在手机上，脸上的表情也有些古怪。我哥见状凑过去看，而后一脸复杂的给我使了一个眼色。我莫名其妙也瞟了一眼，然后原地石化。不是，谢延川他有病吧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居然换了屏保壁纸，壁纸是我闯入他房间时搂着腰拍的那张无眼照。我百口莫辩，照片是真的，但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啊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哥哥，我硬着头皮，一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狡辩。爸，我想说我和谢延川清清白白，但我对他确实有非分之想。顾家爸妈对我很好，我不忍欺骗他们，所以我没有辩解，我只能和他们道歉。对不起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今天就搬出去住，以后一定和哥哥保持距离，绝不再打扰他。我哥急了，挡在我的身前，爸妈，这件事情都怪我，是我让妹妹接近他的，你们要罚就罚我吧，都是我惹的祸。谢延川出来后，发现爸妈都盯着他的手机，猜到了发生的事情。我以为他会和我们一样惊慌失措，可是他没有。他走到我的身边，握住我的手，坦然地说，我喜欢顾央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话莫名让我有点想哭。可这种时候，他怎么能这么直白？这让爸妈怎么接受？我磕磕绊绊地求情，爸妈，哥哥他糊涂了，你们别。顾妈妈打断了我的话。我以为他会骂我，或者骂谢延川，可他都没有。他只是笑了笑，伸手揉了揉我的头。他2个月前就说过喜欢你，问我们是什么看法。我和你爸都觉得这是好事，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彼此又知根知底，
亲上加亲当然好了，只是这种事情他一头热是不行的，我怕你有心理负担，还会影响高考，就让他等高考结束以后再说。看样子是成了。顾爸爸也凑过来，好奇地问：你也喜欢这小子吗？我哥原本已经在盘算离开顾家后该怎么办，此刻愣在了原地。谢延川握着我的手，我实在说不出违心的话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喜欢，我喜欢谢延川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，可谢延川喜欢我实在不可思议，毕竟我之前都那样欺负他了。在别墅的花园里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了出来：谢延川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明明我一直都在羞辱你。谢延川笑得眉眼弯弯，顾央同学，你羞辱人的手段有点可爱，给吃不起饭的我喂肉，给交不起医药费的我送钱，让我给你暖手又自己红着脸逃跑，想给我戴项圈却变成替我上药，让我不喜欢你真的很难。他好像误会了，其实我很恶毒的，我的出发点并非善意，我就是故意给你找麻烦啊。我和他解释，那你可以当众羞辱我，撕烂我的作业本，丢掉我的书包，你还可以嘲笑我穷酸，往我的课桌椅上放图钉，在我进教室的时候朝我泼水，放学路上让你的保镖殴打我。你明明有这么多选择，你为什么都没有选呢？我睁大了眼睛，他说的这些我想都没有想过，这是霸凌，会真真切切地伤害到你，我做不出这种事情，而且我哥要是知道了也绝对不会允许。我哥其实只是想膈应他而已，不会真的伤害他的。谢延川弯下腰来，低头温柔地注视着我，所以顾央同学很善良的，哪怕想欺负我也用了最温和的方式，一次次将我从泥沼里面拉出来。我抿着唇，将压在心里很久的疑惑问了出来，那宋瑜呢？你和宋瑜是什么关系？宋瑜是谢延川的养母，和前夫生的孩子。在得知我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我一直把她当成同母异父的妹妹。养父不让她和养母见面，我就趁养父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带她过去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哥是不是有希望了？可下一秒，谢延川的话给我泼了一盆冷水。宋瑜有喜欢的人，他本来就打算在高考结束后和那个人表白，还有谁比我哥更好？我不高兴地问他，哪个混账啊？谢延川直接把我带到了宋瑜的表白现场，是教学楼的天台，只是这一次没有粉红色的鲜花海。我和谢延川趴在门上，看着天台上的2个人，一个是宋瑜，另一个是我哥顾城。我是个很胆小的人，哪怕再喜欢一个人，也不敢轻易把情感表达出来。我去看他打篮球，却不敢给他送水，只会躲在人群里偷偷看他。我知道他大课间会在小树林散步，所以我总爱去小树林溜达，每次看见他都能让我兴奋一整天。他真的很好很好，在我被雨淋湿的时候为我打伞，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知识点，体育课昏倒是他把我背到医务室，他好到我再也压不住对他的喜欢。所以顾城，我想和你说，我喜欢你。兜兜转转，地点还是在天台，人还是那2个，只是表白和被表白的人对调了。我以为我哥会欣喜若狂，可他只是怔怔地看着宋瑜，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，我只是顾家的养子，而且别人说像我这样类型的男生一抓一大把，上次那几个女生的谈话让本来就敏感的我哥陷入自我怀疑。幸好宋瑜是一个很坚定的女孩，那是别人瞎说的，我只遇见过你一个让我这么心动的人。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身份地位，是因为你本身就很好。我用了3年时间和你并肩。你呢，顾城，你喜欢我吗？阳光落在我哥的身上，他抬起头冲着宋瑜笑，眼尾有一点如诗。喜欢，喜欢到在天台布置了气球海，失眠了1个晚上想和你表白。喜欢到连夜给你写了8000字的情书，结果被你送给谢延川擦鼻血。喜欢到天天吃谢延川的飞醋，把我妹都陪了进去。后面的话我没有再听。我和被点到名的谢延川一起悄悄离开。阳光明媚，万物可爱，我哥的心事总算了结。谢延川红着脸慢慢牵住了我的手，十指相扣间，他低下头笑弯了眼。顾央同学，你也很好很好，谢谢你呀。